你敢信？监狱不仅能私营，还能赚钱，甚至是上市吗？每年赚取的利润更是高达50亿美元。也别觉得奇怪，天天把人权挂在嘴边的美国就干得出这事儿。为了能达到监狱的入住率，他们也不管是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先关几个月再说。别的监狱都是劳改，而他呢，简直就是一座现代的奴隶工厂。美国监狱究竟有多恐怖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美国位于北美洲中部，与加拿大和墨西哥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937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3.33亿人。1994年，美国私营监狱 CCA 成功上市。好家伙呀，监狱搞上市，这事儿怎么听怎么魔幻，好吧？不过也难怪，就美国那3大私营监狱巨头，包括 CCA 在内，每年的利润就超50亿美元。人家想多赚点钱，给自家监狱上市，怎么了？但也有人奇怪，这年头监狱还能私营的吗？说实话，这事儿放到美国身上就不奇怪，而且早在上世纪，美国监狱就有私营这个传统了。为啥嘞？因为当时美国搞禁毒运动，抓了一大堆人，弄得监狱都有点不够用了。这还不是主要问题，监狱不够用就得多建监狱，这也要花钱吧？人多了，吃的用的也多了，这也要花钱的吧？还得雇人来看着，就更要花钱。毕竟美国以世界5%的人口关了世界25%的罪犯，美国政府有点不想承担这笔费用，那该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就有人表示，干脆把监狱外包出去好了，只要给点补贴，啥都不用管，没那些糟心事儿，减轻了负担不说，万一有问题呢，还方便拿来甩锅用，简直一举两得。从年利润超50亿美元就可以看出，美国私营监狱是真赚的，而这些钱完全可以说是趴在犯人身上吸血得来的。美国监狱怎么赚钱？一是从政府那里拿补贴，当初私营的时候就和美国政府签了合同，说要保障监狱的入住率在90%以上，而且里面的犯人只要多住1天就能拿到50到60美元的补贴，去掉吃喝拉撒的成本，一人1天也能赚个几十美元。也就是说，只要犯人越多，住得越久，监狱赚的也就越多。所以为了能满足入住率，这些私营监狱可以说是不择手段。在2009年，就有一个州爆出了个新闻，说有2个法官在8年内送了6000多个孩子进监狱。关键是这些孩子犯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比如闯荡、涂鸦、说脏话等等，结果最少也被判了要坐几个月的牢。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，就是受了监狱的贿赂，帮忙填满牢房。这还不算完，为了省钱，犯人住的是人挤人的大通房，吃的都是些不知名的垃圾，也不管会不会中毒，勉强不被饿死就已经不错了。监狱的医疗条件更不用说了，偶尔才会有医生来监狱会诊，而且就算来了，也很少有人得到治疗。光省还不够，他们还得想方设法的从犯人手中挣钱。你不是嫌弃吃不好睡不好吗？想改变也很简单，只要有钱就行。有钱就能去买各种生活用品和吃的，只要给了钱，就能拥有个人性感小单间、监狱豪华大餐，甚至还有独立的卫生间，能看电视，能上网。只要你有钱，就能在监狱里面享受到除了出狱以外所有能享受到的。这万一没钱了怎么办？简单的很，打电话问家里人要呗。对了，打电话也是要收费的，半小时15美元。等家属把钱汇过来时，他们还会抽5%的手续费。这还不是最狠的，要知道每个监狱都会强制劳改，别的监狱呢是为了监狱，而美国呢是为了赚钱。毕竟在他们眼里，这些犯人简直就是天生的劳动力。监狱里没有所谓的工会，犯人也没有办法辞职，没有所谓的加班费、休息和五险一金等等。谁要是不听话，随便找个理由就能关小黑屋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些犯人能做的事多多了，什么口罩啊、衣服啊，甚至是军用头盔、战术背心等。靠着这些，犯人每年至少能给监狱带来几十亿美元的收入。而这些犯人的工资呢，平均时薪才20美分，而他们一天得工作12个小时，赚的这些钱还不够他们打一回电话呢。这种吃不好睡不好，每天还得高强度的工作，这哪是监狱？分明是现代版的奴隶工厂。私营监狱能出现，就是为了减轻政府的负担，但实际上他们减轻的负担也才1%左右，而且随着时间拉长，能减少的成本会越来越小。一边拿着纳税人的钱，而另一边呢又疯狂的压榨犯人，甚至买通法官，肆意的送很多没有必要的人去坐牢。美国人就没意见吗？当然有啊，怎么可能没意见？但有也没有用，这些私营监狱压根就不会管。且不说很多政府人员被收买，甚至有的高官就是背后的老板，这怎么管呢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